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你演播的惊悚故事。夜晚的山路静得令人窒息，天空中的乌云将月光吞噬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偶尔的闪电在远处划破黑暗，照亮了这片荒凉的天地。张浩的出租车驶过狭窄的道路，车头的灯光投射在两旁高大的树木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树枝在风中摇曳，像是无声的低语，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味。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张浩轻轻叹了口气，揉了揉疲惫的眼睛，心里想着今天的工作有多么繁重，白天的忙碌已经让他筋疲力尽，现在只想赶快回到温暖的家，洗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夜。车内的收音机一直播放着无聊的广告，他伸手关掉了音量，车厢内顿时陷入寂静，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外面偶尔传来的风声。他不自觉地打了个哈欠，视线有些模糊，疲惫的他几乎快要打瞌睡了。突然，窗外一闪而过的影像让他瞬间清醒，路旁站着一个女子，她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站在漆黑的夜里，像一颗孤独的明珠，静静地等待着。张浩的心跳忽然加速，那种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他的面容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楚，但他的姿态优雅，站得笔直，仿佛在等待什么，或者说等着谁。张浩的脚下油门一松，车子缓缓减速，窗外的女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转过头来，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她的笑容无比温暖，像是春日午后的阳光，给人一种莫名的安慰。那笑容仿佛在说，我需要你。张浩犹豫了一下，心中泛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他知道这条路向来荒凉，深夜几乎没有任何车经过，即便是加快速度，也无法避免孤独的心情。他的微笑像是给他抚慰，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停下车，或许这样的一位女子，自己可以给他一点帮助。他按下了刹车，车子停在了女子的面前，车门打开，冷风吹进车厢，带来了一丝清凉。上车吧，张浩透过半开的车窗说道，声音低沉而略带疲倦。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再次停留在她的脸上，发现她并不年轻，反而是那种成熟的美丽，眉眼之间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气质。女子没有立刻回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缓缓走向车门。她的步伐轻盈而优雅，仿佛她并没有在这寂静的山路上徘徊了许久。她的眼神深邃，像是藏着无法言明的故事。张浩竟然有些恍若梦中。车门轻轻关上，女子坐在副驾驶席上，静静地望向窗外。她穿着一袭白色的裙子，长发微微飘动，在车灯的照射下，显得如同一个幽灵，空灵而美丽。谢谢你，她突然开口，声音柔和而清晰，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张浩愣了愣，随即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他注意到，他的微笑虽然温暖，但眼神中却有一丝说不出的空洞，好像他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那种眼神让人感到一种不安，仿佛他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的，带着一种陌生的孤独。车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沉默，张浩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他的身上。他的面容虽然清秀，但却给人一种让人无法触及的感觉，像是某种美丽的幻象，无法把握。车窗外空旷的山路延伸得无尽，张浩的心跳开始变得有些急促，他觉得车速似乎越来越慢，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些模糊的念头，自己究竟为何停下车来？真的只是出于好心吗？这时，女子轻轻转头看向他，眼中泛着一抹奇异的光。你不觉得这里很安静吗？有时候安静的让人害怕。张浩微微一愣，随即笑了笑，是啊，山路上的夜晚总是特别寂静，感觉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一样。他的话语带着一丝自嘲，但那笑容似乎无法掩饰心底的轻微不安。女子没有回应，只是再次低下头，目光移向车窗外的黑暗。车内的空气似乎越来越沉重，张浩不自觉地加大了油门，车子的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片寂静。然而随着车速加快，张浩却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前方的道路开始变得有些模糊，
景物在车窗外快速掠过，像是被一层薄雾笼罩。他微微皱眉，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道路似乎开始重复起来，而眼前的黑暗渐渐吞噬了他周围的一切。你怎么了？女子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打破了张浩的思绪。张浩猛地转头看向他，发现他依旧保持着那种淡淡的微笑，但他的眼神却变得深邃而迷离，仿佛藏着无尽的秘密。他感到一阵不寒而栗，车内的温度似乎骤然下降，呼吸变得沉重而艰难，窗外的风声似乎变得越来越刺耳，像是无形的手指在他耳边轻轻拨动。张浩迅速将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但他发现前方的道路竟然再次出现了弯道，仿佛这一切都从未改变过。你觉得我们会到哪里去吗？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不言而喻的神秘。张浩握紧了方向盘，心中的不安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眼前的一切却越来越不真实。张浩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尽管车内温度保持正常，但他依然感觉到一股说不清的寒意。他偷偷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位，美女依旧保持着那份安静与神秘，目光没有转移，似乎在凝视着车外的无尽黑暗。他的心跳逐渐加速，那种不安感像是一根隐形的线，将他与现实拉得越来越远。他不禁再次看向窗外，那片黑暗的森林似乎无尽地吞噬着车灯的光线，所有的树木和道路都变得模糊不清，仿佛进入了一个迷失的境地。你觉得这里不对吗？美女的声音突然在车厢内响起，打破了张浩的思绪。她的语气依旧平静，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冷静和淡然。张浩猛地转头，心跳如雷。他竟然问了他这样的问题，他的嘴唇微微发抖，强迫自己挤出一丝笑容。没什么，只是有点困了。但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真的困了，心里那股无名的恐惧已经悄然滋生。他试图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因为夜深了。四周的环境让人感到压抑和不安，然而美女的目光依旧深深地锁定着他，仿佛透过他看到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眼睛不再闪烁，反而显得越来越空洞，像是深邃的黑洞，将一切吞噬。张浩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压迫感。车速渐渐加快，周围的风声变得刺耳。张浩忽然觉得车内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冷，仿佛这台车和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隔离开来。车窗上凝结了一层水珠，反射出车灯的光芒，让整个车厢显得异常阴冷。你不觉得这里很陌生吗？美女再度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诡异的温柔。张浩愣了一下，随后低头看向车窗外，那片黑暗的道路似乎已经没有尽头，树木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路旁的标志牌也变得无法辨认。他的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条路，我觉得好像以前走过。张浩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他试图回忆起他曾经走过的每一条路，但这条路却始终无法与任何地方对得上。美女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嘴角微微扬起。张浩忍不住看了她一眼，她的面容依旧清丽如初，但那双眼睛却像深不见底的黑潭，让人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寒意。车子缓慢地行驶在这条不知名的路上，张浩的思绪开始变得混乱。他试图拨开脑海中的迷雾，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然而车内的空气似乎越来越凝滞，呼吸变得沉重，连心跳都开始失去节奏。突然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了车窗外，那片黑暗的森林中似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在移动。张浩的心猛地一跳，他迅速转过头，想问美女是否也看到了那一幕。然而当他看向她时，猛然发现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她依旧是那副平静而冷漠的模样，眼神里没有任何波动，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曾存在。他顿时愣住，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随即快速转回头，重新望向窗外。那个人影已经消失了，黑暗再次将他吞噬，仿佛一切都只是幻觉。然而张浩的内心却并未平静，那种不安感越发强烈，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将他推向深渊。他紧握方向盘，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心中的恐惧感却无法抑制。
你怎么了？美女的声音再度响起，轻柔如风，但却带着一丝不容忽视的威胁。张浩勉强转头，迎上她那双深邃的眼睛，他的目光里没有任何情感，只是一种空洞的冷漠，像是穿透了所有的伪装与掩饰，直视着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我没事。张浩的声音颤抖，他试图强作镇定，但内心的恐惧已经让他几乎无法呼吸。是吗？美女微微一笑，那笑容冷得让人发毛。那么，你为什么觉得车子在原地打转？张浩的心脏猛地一跳，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猛地转头，透过车窗外看去，周围的景物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眼前的道路也开始重复，每一个弯道，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块石头，都和他经过的那一段相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紧张地握住方向盘，猛地打了一下车头，试图改变方向。但是无论他怎么操作，车子依旧在同样的路上绕圈，仿佛被什么东西控制着。你明白了吗？美女的声音再度响起，这一次带着一丝冷笑。你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条路没有尽头。张浩的心跳几乎停顿，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无法逃脱这个怪异的循环。这辆车，这条路已经将他吞噬，而他早已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迷局。张浩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眼前的道路仿佛被一层浓雾覆盖，每一块石子，每一棵树木都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重新塑造，重复着相同的形态。车窗外的黑暗吞噬了他的所有知觉，他无法分辨方向，无法看清前方的路。每一次转弯，他都会感到自己再回到原点，那条路永远没有尽头。车内的气氛越来越压抑，空气仿佛凝固了。张浩的胸口开始剧烈起伏，他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沉重，冷汗顺着他的脊背流下，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紧紧抓住方向盘。你到底是谁？张浩突然忍不住问出声，声音沙哑，带着一丝颤抖。美女没有立刻回答，车内的沉默几乎让他觉得每一秒都像是在煎熬。他的目光依旧是那种空洞而冷漠的注视，似乎看穿了他内心的每一个细节。你知道的，他轻轻的回应，声音柔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张浩的脑海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停下车，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他会出现在自己的车里。那个女人，那个冷静而神秘的美女，到底是什么？她的微笑，那个深邃的眼神，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张浩试图深呼吸，想要稳定自己的情绪，然而车内的温度却在急剧下降，他能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气流在车厢里游走，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拂过他的肌肤。他打了个寒战，双手紧握方向盘，生怕他从手中滑落。他把目光投向车窗外，试图寻找任何可以带来一丝希望的迹象。然而黑暗依旧深邃，周围的景象越来越模糊，他的眼睛开始感到干涩，仿佛每一次眨眼都变得异常困难。忽然他看见远处有一个朦胧的光点，张浩的心跳猛地一颤，那点光似乎给了他一丝希望。他握紧了方向盘，决定加速朝着那个光点驶去。但是越是接近，光点却越是模糊不清，仿佛它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就在他快要失去耐心时，车外的景象再次发生了变化。他惊恐地发现，那个光点正快速地逼近，并且似乎在向他靠近。你看到了吗？美女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冷笑。张浩转过头，却发现他的脸没有一丝表情，只是微微扬起嘴角。他的眼睛仍然深邃而空洞，像是没有任何情感的空壳。你已经明白了，他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张浩开始呼吸急促，眼中闪过一丝恐惧。那束光逐渐变得明亮，越来越明亮。他突然意识到，那并不是希望的光，而是一种无法抵挡的恐惧。那光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向他伸展，逼近，吞噬一切。停下来！张浩猛地刹车，车子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似乎快要翻倒。车窗外的光点瞬间消失，黑暗再次将他吞没。他喘着粗气，握紧方向盘，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车子恢复了平稳，空气再次恢复了常温，但心中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你发现了什么？美女再次问，声音带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张浩的喉咙发紧，整个人几乎要崩溃。他勉强转头，却发现美女的眼睛变得更加深邃，仿佛在等待着他的答案。我不知道，他喃喃自语，目光涣散，心中充满了混乱和恐惧。你知道你走不了。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冷酷，你会一直在这条路上，直到你明白。张浩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疼痛让他几乎无法呼吸。车窗外的风声越来越刺耳，像是无形的尖刀划破了寂静。你已经迷失在这里了，美女低声说道，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冷静，仿佛在宣告着某种命运的终结。张浩的眼睛再次瞥向窗外，那片黑暗的森林依然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壁，将他牢牢困在其中。他不再敢怀疑，不再敢去逃避。那个光点，那个让他产生希望的光明，已经成为了他最后的幻觉。车速变得越来越慢，张浩感到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在操控着这一切，控制着他每一次的动作。他的双手变得冰冷，心跳开始变得微弱，仿佛整个人都在这一刻崩溃。你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女的声音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缠绕在张浩的心头。张浩的视线渐渐模糊，他的意识变得模糊不清。就在这时，他猛然一惊，发现自己再次看到了那条熟悉的路，那个原本他以为自己已经摆脱的循环，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张浩的脑海一片混乱，他想要停下来，想要找出一丝出口，但无论他如何努力，眼前的道路依旧延绵不绝，周围的景物早已与他记忆中的不符，似乎被某种力量篡改或扭曲了。他的意识开始模糊，恐惧让他的思绪变得越来越不清晰，那股压迫感越来越强烈，仿佛四周的空气正在变得越来越稠密，窒息般的包围着他。你明白了吧？美女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语气中带着一丝冷酷的笑意，仿佛在注视着一只注定要被困住的猎物。张浩的喉咙发紧，努力想要发声，但他发现自己无法说话，无论他如何用力，声音都被压抑在胸口。他的双手死死抓住方向盘，指尖发白，力气已经使得他几乎无法继续控制这辆车。车内的空气依旧冰冷，温度似乎降得越来越低，甚至让他有些发抖。你看到了。美女的声音又一次打破了沉默，她的语气无比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刺进张浩的心里。张浩猛地回过头，他几乎可以感觉到自己和车厢之间的所有空气已经被挤压得没有一丝空间。他的眼睛死死盯着美女，心跳如雷般砰砰作响。然而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的眼睛已经不再是那双空洞的眼睛，而是变得完全黑暗，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吞噬一切光明。你到底是什么？张浩终于忍不住大声问道，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与愤怒。美女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那笑容让张浩心头一震。他缓缓转头看向窗外，眼神空洞而冰冷，像是在看着某个无法触及的地方。你不记得了吗？他的语气温柔，却带着一股无法言喻的威胁。你曾经和我一起走过这条路。张浩的呼吸骤然一滞，脑海中猛地闪过一片模糊的画面，车子急速行驶，黑暗中弯道不断，他拼命踩着刹车，却无法减速。最终他和他一起在这个永无止境的黑暗中循环，我们一起死在这条路上。他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低语，渐渐渗入他的心底，扭曲了他的理智。张浩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想要说些什么，却完全无法发声。那些画面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浮现，那是一场车祸，曾经的他和他就在这条路上发生了致命的冲撞，他们的生命在那个瞬间停滞，而这条路成了他们永远的囚笼。他猛地转头看向窗外，车窗上结满了雾气，外面的景象依旧一片黑暗，没有任何变化。但这一刻，张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的身体开始不自觉地颤抖，心中那股无法抑制的恐惧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你就是那个死去的。
张浩的声音颤抖不止，额头的冷汗如同雨水一般滴落，他的眼神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告诉他，他正在面对一个早已死亡的灵魂。是的，美女低声回答，语气里没有一丝波动，你和我一样，早已经死了。张浩的心脏剧烈的跳动，仿佛要跳出胸膛。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所有的谜团，那道光，那种熟悉的感觉，原来都是死后的幻觉。他一直处于灵魂的迷茫中，无法超脱，我们之间早已没有界限。美女的话语中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慰，你一直在这条路上循环，而我已经等了你很久。张浩的双眼开始充血，所有的反抗都显得那么无力。车内的温度骤然再次下降，他的皮肤仿佛被冰冷的手指触碰，感受到的不是寒冷，而是来自死亡的逼近。他试图握紧方向盘，努力想要扭转方向，但无论他如何用力，车子依旧沿着同样的轨迹行驶，不断在那个无尽的循环中绕着。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出口，而他早已经是这条路的囚徒。你逃不掉，美女缓缓说道，这条路已经注定了。张浩的眼睛逐渐变得空洞，他不再能感受到周围的任何东西，所有的思维和感觉在那一刻都消失了。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他和这条不再有尽头的路。车窗外黑暗依旧深邃，夜空中的闪电划过天际，带来一丝短暂的光明，而那道光仿佛象征着唯一的出口，遥不可及。他终于明白，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逃脱这个死去后的世界，而这一切注定是无尽的。张浩的意识已经变得模糊，车内的气氛更是压迫的让他几乎窒息。那股来自死亡的寒冷正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他感觉自己的四肢仿佛被束缚住了，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在诉说着无法逃避的命运。车子的引擎轰鸣声和车轮划过路面的声音开始变得遥远而空洞，仿佛一切都只是回声，在这条无尽的路上回荡。你终于明白了，美女的声音再次响起，冷静且清晰，却像是一把冰冷的刀，狠狠地刺入张浩的心脏。你早已迷失在这里，和我一样。张浩的目光缓缓扫过他的脸，那张始终如一的面容，冰冷完美，却透着一股无法言说的阴郁。他不再恐惧，或许他已经开始理解自己曾经无法接受的真相。这条路，这辆车，甚至这个世界，都只是死后世界的幻象。我们早已死去，他低声说，语气充满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冷漠。你应该早就知道。张浩的身体僵硬，脸色苍白，他无法再用任何力气去反抗，也没有力气去问更多的问题。车内的每一寸空气都变得沉重，他无法呼吸，仿佛一层厚重的黑雾笼罩了整个车厢。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眼角的视线渐渐有了重眼，他看到窗外的黑暗似乎在扭曲，甚至那些原本只是背景的树木、路灯开始融入了他视线中的无尽虚无。每一秒钟，张浩都能感觉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越来越近，或者说离开那个他曾认为的现实世界。他闭上了眼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他知道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内心的恐惧与无法逃避的宿命感一起涌上心头，像洪水一般吞噬着他所有的理智和勇气。突然，车子猛然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般。张浩睁开眼睛，惊恐地发现车外的黑暗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夜色，而是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漩涡。周围的空气扭曲的仿佛一切都在迅速坍塌，那种旋转的黑暗仿佛深渊，它无情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这就是你逃不掉的命运。美女的声音透过震动的空气传来，带着一丝胜利的冷笑。张浩的身体无力地滑向座椅背部，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逃避。正当他意识几乎完全丧失时，车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鸣笛声，他被迫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停顿了。车子、黑暗，甚至连空气似乎都凝固在了这一瞬间。张浩突然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疯狂，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他不再看到美女坐在旁边，车厢内变得空荡荡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冷清的孤寂。张浩猛然意识到，
他已经不在那辆车上了，或者说，车已经消失了。他眼前的世界已经变得如此陌生和空洞。他站在一个荒废的街道上，四周一片寂静，远处的街灯闪烁着微弱的光。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发现自己的皮肤依然冰冷，身体依旧没有温度。环顾四周，张浩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看似被遗弃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生命的迹象，只有一条无尽的空街，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他突然想起了那些未曾解开的谜团，那条无尽的道路，那个无法触及的出口，那个美丽的女人，她的微笑，她的眼神，一切都让他感到如此熟悉，却又无比遥远。张浩努力拼命回想起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一切，可是记忆中的画面依旧模糊不清，只有黑暗、恐惧和无法逃脱的沉默。他缓缓走向街道的尽头，心中隐隐有一种预感，这是他最终的归宿，或许也是他最后的选择。在这片死寂的世界里，唯一能陪伴他的，只有那永无止境的孤独。随着他一步步迈向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尽头，张浩终于意识到，或许这个世界早已被丧失的灵魂所统治，他和他早已没有区别。或许每一个过路的灵魂都在这片空旷的世界里留下了痕迹，无论他是死去还是未曾消逝。就在他即将走到尽头时，一道光亮闪现，从远方逐渐靠近，温暖而耀眼。张浩缓缓停下脚步，回过头，却再也看不见那条路，或者说他再也不需要回头。光明终于照亮了他的身影，而他在那一刻彻底消失在了这片空虚的死寂世界中。张浩的身体渐渐融入那道光中，像是被吸入了一片无尽的白色云雾。那道光温暖而耀眼，似乎带着某种解脱的力量，迅速将他包围。当他完全消失在光中时，周围的死寂再次恢复，空无一物，唯有远处的微弱光点依旧在黑暗中闪烁。然而这个瞬间并非结束，而是另一段循环的开始。在张浩消失的那一刻，那个无尽的街道突然出现了新的行人。他看不清楚那个人的模样，但可以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孤独气息。这个新的行人仿佛带着张浩未曾完成的故事，走向那个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暗中。欢迎回到这里。那个人低声自语，似乎是在对自己说话，也似乎是在向空无的世界诉说着什么。他站在原地，脚步没有前行，仿佛正在等待某种召唤或指引。然后他的目光转向了远方，那片黑暗与无尽的街道。他开始迈开脚步，慢慢地朝着那条空无的道路走去。无论前方是何种未来，光明或黑暗，他都不再有选择，仿佛注定要踏上这条无止境的路。这条路或许永远没有尽头，或许永远没有解答。那片神秘的黑暗，像是世界的尽头，又像是通向其他维度的入口。你也来了。一声低语从背后传来，冰冷而熟悉。他猛地转身，发现站在身后的是那位美女，依旧如同早先见到的模样，带着冷漠的微笑。她的眼睛依旧深邃，仿佛能看透他内心的每一个细节，带着一种无言的邀请。你终于来到了这一切的终点。他的声音清冷，却带着一股无比强烈的严厉。这一切的循环都会重复，你会发现曾经的故事正在上演。那一刻，行人忽然明白，无论怎样的挣扎与反抗，终究无法改变这一切。他是无数迷失灵魂中的一员，正如张浩，如所有曾经在这条路上行走过的人，都是被困在这个无尽循环中的存在。我也会被困住吗？他低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绝望。美女轻轻点头，眼中没有任何波动。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经历这一切吗？这一切早已是宿命。他的笑容依旧空洞而神秘，像一阵风，轻轻地拂过他的内心。他的步伐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自己曾经行走的那条街道，那条没有尽头的路依旧孤寂无声，仿佛所有的答案都被吞噬在黑暗中。永远的囚徒，永远的旅客。他继续低语，仿佛这些话并不属于他，而是某个更大的力量在述说的命运。行人突然感觉到一股无法抵抗的拉扯，他试图挣扎，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头。
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跟随他向前移动。街道两旁的灯光再次闪烁，风轻轻拂过，但这条路上依然没有其他的生气，只有那片死寂，仿佛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梦魇。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会在某个时刻重新醒来，是否这条路真的只会有一次，或是永无止境的循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这个世界似乎都无法为他带来解答。突然，他听到背后再次传来一声低语：你会回来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回到这里。他回头一望，只有那片无尽的黑暗，仿佛一个深邃的深渊，静静地等待着所有灵魂的归来。